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好莱坞最流行的商妆做法，也叫做 3D 转印假皮的一种技术。首先准备我们的转印假皮，先在表面涂上一层 Prozac。Prozac 是一种医疗级的接着剂，在特效化妆中广泛使用。接着覆盖上水转印纸，这个纸与刺青贴纸的纸是一样的，要确认纸与整个假皮的服帖，但不要过分施压，这样会导致假皮变形。然后沿着假皮的边缘裁切成适当的大小。要是对如何制作假皮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我的下一支影片哦。接着就是上妆时间，一样的在脸上涂抹一层 Prozac， 在等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撕开假皮上的塑胶膜，选好位置后直接粘贴。你可以看到我这片假皮离眼睛的距离非常近，所以我把纸的上缘做了额外的裁切，当然不要切到假皮本身哦。然后用粉扑沾水按压在转印纸上，等待转印纸湿润后会慢慢的与假皮分开。这个过程跟湿润的程度有关，记得不要急着撕开。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用转印纸本身去按压假皮，因为转印纸在沾水过后会变得滑滑的，使我们的假皮不会粘回纸上。就用这个机会来帮助假皮与皮肤连接，确认假皮与皮肤贴合后，可以用笔刷沾取酒精做一点修饰，让假皮更加服帖。这是因为酒精可以些微的融化这个假皮的材料。那在鼻子与眼睛周围使用酒精时，记得确保 model 的舒适性，尤其小心不要弄到眼睛里。这个技术本身是从刺青贴纸的概念转化过来的，有没有发现过程几乎一模一样？只是转印的东西不是图片，而是 3D 的假伤口，所以这个技术被称为 3D 转印。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上色了，在这里我使用酒精性的颜料来上色。首先用偏红的颜色去给予假皮一点血色，接下来要根据 model 的肤色去调整，使用偏蓝、偏黄或是一些咖啡色去不断的堆叠出皮肤的颜色。而人的皮肤并不是单一均匀的颜色，所以上色的时候尽量不要平涂，有点像是点状的描绘方式会比较好。一般人对于酒精性颜料可能会有点陌生，基本上这是一个只在刺青与化妆领域用的颜料，用起来很像水彩，但酒精取代了原本的水。有2个特别的好处是，第一，半透明上妆方式，在化妆品领域里，很少的产品能提供半透明的质地，那这种质地正是特效化妆所需要的。第二，持久性，酒精性颜料只溶于酒精，所以无论是流汗或是泡水，甚至出油，它都不太会脱妆。但相对的缺点也是，卸妆时需要使用特效用的卸妆油或是酒精才能卸掉。偶尔也可以使用撒点的方式去破坏笔刷的痕迹，有专业喷枪喷笔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使用。要是对于 model 的肤色有点苦手，我们也可以用一点膏状的粉底，薄薄的擦一层，来帮助假皮融入 model 的肤色。皮肤颜色建立完成后，我们在中间伤口处涂上血肉的颜色，那这只是给予伤口里面的底色，不用太担心涂得像不像。最后我们使用血浆涂抹在伤口与周围来完成这个造型，小心的润湿在伤口，并且让血浆些微的自然流动。可以用手指去擦拭伤口与周围的皮肤，增加写实感。因为人通常会不自觉的用手去擦拭脸上的液体，那我们就顺势把这个效果做出来。这里还可以用血胶来做一些擦伤与割伤的效果，毕竟受这么严重的伤，只有大伤口在脸上也太奇怪了。这里有个小技巧是，
用刮刀沾取血胶来画，这样容易制造一条条割伤的感觉。接着适当的喷水与擦拭，可以增加血的流动感与真实性。那由于大部分的血浆都是水溶性的，这个方式才得以成立。要是用的血浆不是水溶性的，那这个方法可能就会无法使用。有时严重的受伤会伴随头部的撞击，所以我在这边加一点血浆在发际线的位置，来模拟头部流血从额头渗下来的感觉。最后要记得，什么样的画面是你想要的？真实情况是，这个人受到这样程度的伤，大概已经血流如注，左半脸应该都会一直出血的状态。但要是我用太多的血浆，反而会造成看不清楚我辛苦做出来的伤口，效果并不会那么好。血浆修饰完毕后就完成了，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做看。